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小米别再只会煮粥了，今天分享一道特别的吃法，搭配一把花生，好吃又解馋，比燕窝还要养人。相信90%的人都没有这样吃过小米，不妨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准备适量的小米和一把花生。小米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，平时要多吃一些，对身体特别好。将准备好的小米和花生清洗干净。有的朋友在清洗小米的时候习惯用手搓，这样是不对的，容易使小米里的营养物质流失。现在的小米都比较干净，只是有少许的灰尘，只需要用手轻轻抓几下就可以。然后将水倒出来，这个淘米水不要浪费，用来浇花是非常不错的。再加入清水清洗一遍，一般清洗小米2到3次就可以，清洗次数多，会把小米的营养成分洗掉。清洗干净之后，加入清水，将它们浸泡1个小时的时间。时间到之后，大家用手搓一下小米，能够轻松的将它碾碎，就浸泡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。用漏勺将水分沥干，放入榨汁机中，再加入1个香蕉，100毫升的纯牛奶。将它搅打成细腻的小米糊，可以多搅一会儿，尽量搅得细腻一点。搅好之后倒入大碗中，加入3克酵母粉，1勺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白糖的量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适量的增减，用筷子将它们搅拌均匀。再少量多次的往里边添加面粉，这里用普通面粉就可以。面粉的量一次性不要加太多。搅拌过程中，如果感觉太稀了，可以再加入一点面粉；太干了，可以再加入适量的纯牛奶。最后搅拌至这样没有干面粉颗粒的面糊，粘稠度适中，不会太干也不会太稀，像这样就可以。然后盖上一张保鲜膜，放在温暖的地方醒发半个小时。这个时间准备一把红枣和一把葡萄干，先加入清水将它们打湿，再加入1勺食盐，适量的面粉，将它们抓洗干净。红枣和葡萄干在晾晒的过程中，极易沾染沙粒和灰尘。对于在室外自然晾干的红枣和葡萄干，沙粒和虫卵难免避免。另一种在阴凉房自然晾干的，由于长时间静止不动，表面容易积聚灰尘。此外，为了让它们更快地成为干果，通常会使用一些除干剂等化学制品，因此红枣和葡萄干表面可能会残留化学制剂，所以在使用之前，将它们清洗干净是非常必要的。面粉的细腻质地可以像吸尘器一样，吸附葡萄干表面的油脂和农药残留，而食盐它有天然的杀菌作用，能进一步清洁微生物。将它们抓洗1分钟，再加入清水多漂洗2遍，把表面的食盐和面粉漂洗干净。洗干净之后，再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红枣核去除。
接着再用刀将它们剁碎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个免费的 like。 对您来说这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面糊发酵好之后，把保鲜膜撕掉，用筷子搅一搅，给它排排气。再将红枣和葡萄干倒进去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使红枣和葡萄干与面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下面来准备模具，如果你家里有做蛋糕的模具，可以直接用做蛋糕的模具，没有的可以像我一样用2个小碗，在碗底和四周均的刷上一层食用油，这样更加方便脱模。在碗底撒上一些白芝麻，然后将面糊倒进碗中，不用倒得太满。可以在铲子上面刷上一点食用油，将面糊整理平整，加上食用油可以防粘。在表面继续撒上一些白芝麻或者黑芝麻，点缀又可以增香。放上自己喜欢吃的干果，然后再盖上一张保鲜膜，防止水蒸气滴落。放入蒸锅，2次发酵10分钟，再开火将它蒸上4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不要着急拿出来，关火焖上1分钟，这样会非常的蓬松暄软。用手按压一下，不回缩，就说明熟了。将保鲜膜撕掉，用铲子在边缘画上1圈，这样很容易就可以脱模了。里边加入了红枣、葡萄干，吃起来又香又甜，特别的蓬松暄软，无糖无油，都是食材自带的原香原味。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多吃一些，非常健康还易消化。做法很简单，全程手不沾面，搅一搅就能学会，建议大家都去试一试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